Hello， 各位晚安。今天来赶进度，因为我已经有太多东西等着开箱。桌上这1、2、3、4、5，一个是桌上型的燃料的烽火台，安全烽火台，2个吹尘器，要告诉你为什么买这个东西。然后一个小钛桌，一个我在日本买的也是小桌，总共5样东西。我先开烽火台。我们就跟它烽火台点在背景，台湾品牌这个 Tender Flame， 它其实是 iRoda 做的。上次跟路友露营，车上就有人推坑，2个耐高温玻璃，这是一个底座，是很重，需要测出材质。这是主要的本体，上面就是燃料。然后这有一个油料的一个指示灯，这边是不锈钢的灯蕊。耐高温玻璃跟高强度玻璃应该是不同东西。高强度玻璃是在玻璃做出来热的时候呢，表面类似淬火，它的表面忽然冷却，让你有内力跟外力有2个力量给夹迫在一起。但本质上没改变，是让里面玻璃产生内引力。它程序就跟金属淬火程序很像，热热的，然后上下喷水。再来是它的燃料，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全。它用的是燃料，生质燃料，然后最特别的是它是用的是丙醇。不过其实这已经出来一段时间，台湾论电其实都有在卖。这一罐应该是烧8个小时，我先不用倒到满，因为今天烧不了这么久。像刚刚这边燃料溢出来，你看它其实这燃料是没办法点燃的，它点燃需要让中间这个吸满的这个燃料，就算用喷射的瓦斯枪，大概也要点个10秒吧。我试试看哦，开点燃的，但因为它这边还没吸到，它现在这是个不锈钢网，在慢慢做虹吸，到时候会全部点燃起来。目前是没有任何的烟，底下是燃火，然后上面是黄火，没任何味道。然后它最特别的是，它就算现在有火，也可以直接加。其实这也是酒精类的炉最麻烦的地方，你有火要完全烧到光，甚至手摸都比较不烫才按加，它就可以直接加，比较安全。甚至加快它还会把它给弄熄灭，就是安全地方。因为它的燃点很高，算气氛灯啊，就算是一个室内萤火。如果你家里想要有一个壁炉，其实我当时买那个旋风的那个烽火台，也就是希望能够在家里有生萤火的感觉。一般家里很困难嘛，你能有个壁炉嘛？差不多现在算是都烧起来了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室内的壁炉啦，室内炉。然后它熄火就是这样子直接熄掉，或者大力吹，这烟也没什么味道，再点起来。这样洗比较没有烟，但其他烟也没什么味道。那这可以放在桌上，就像是当做一个气氛灯啊，就跟我们在帐篷里面点火手灯一样道理，像是一个放大型火手灯，但是不会有烟。它其实火是扁的，你从角度看，把这个放旁边。再来我们开小桌，这个是我在PChome秀买的小钛桌。它的结构啊，它是一片桌板一片烤网。我本来以为它是快拆，但是不是，它其实是分开的，所以它其实像那个 Snow Peak 那个小桌，但是它让中间变一半，可以拆开来。它组装需要有个平面，这是它的缺点。就像现在，我一定要有个平面去组装。卡完了，然后装完之后，其实可以直接抓桌板这样移动，所以稳定处算是 OK 的，但就是一个小桌啦。那上面烤网是说，你如果今天是直火的话，真的可以来做料理，但是可能火不能太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中间有一个结合的一个结构。因为这些薄钛钢、锰钛钢丝烧之后一定都会变形，如果烧都变形，会不会影响这边这个结合的结构？这就有待确认。那其实很多人说，这么小桌到底要干嘛用？就是我们今天假设去野营，地上石头地啊，会有虫爬去啊，会有草在中间啊，至少可以把东西架高，小火炉啊、小杯子啊，可以这样子架高起来。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东西。然后再来第二个小桌，这是我在京都的 AI Pay 买的，4000块日币。其中会买是因为这个桌子是日本制的。那台湾现在应该能够买到日本制的小桌，除了 Uniframe， 这应该是我好像看到过第2个哦。它其实结构也就跟 Uniframe 有点像，底下角这样子打开来，
好，我们来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日本制的品质哦。摸里面这些毛边，通过都可以摸，连最旁边这个尖角都可以摸，这就是我们要的品质。这可以做小改造，旁边这是木头嘛，我都会在那边钉几个绳子，一环一环，让旁边可以吊个小东西。我其实这真的很小哎，可用面积大概只有刚刚那个一半而已。这两个桌面的空间哦，我真的差了1倍哦。虽然这个略高一点，感觉也比较耐，但是这个桌面空间差了快1倍呢。这个我就姑且称它为缩小版的小钢桌好了，570多克。那这个钛桌嘞，542克，其实这两个重量差不多，但是可用桌面的面积差的就是1倍。再来是这个电动风枪，先讲这一把，其实就是我想要一个小风扇，但是要风能够强一点，甚至可以稍微吹干头发。所以像有这种就是它其实就像吹风机啦，但其实它更像的是，各位有在玩遥控分机可以知道，它其实有点像是中国叫做涵道，那我们叫做导风扇。它就是用比较小的马达，然后中间叶片比较多，转速比较高，甚至可能要上万转。然后它的声音火大，但是风力很强。它这个比较特别是这边有开关，这样打开，这边充电。然后前面打开的时候按一下，这边显示是电量，然后再转的时候它可以显示它的风量。现在风量开到3而已，最强是这样子。头发来感受一下好了，就是最强的风力。所以这个机器我用一段时间了。当你很热、全身汗的时候，想吹比较快凉，这个是有效的。但其实我当初买的目的是希望说，那可不可以有一个风扇？我到营地的时候可以当一个打气筒，打气之后可以当风扇吹。它当风扇没问题，但打气不行，因为它没有那个嘴。以这个 size 来说，算是风力很强风扇，但是它是用转速换来的，转速就是用声音换来的，所以它就比较大声。然后再来是它只能够平放，所以做这么高没问题。当你放下面想往上吹的时候，可能就没办法。然后它底下也没有脚架座，它比较可惜一点。有时候一个人可能就是不用考虑声音大小的时候，我想一直放着一吹我脸，那就没办法。所以后来买了一个这个其实它是这样子，它其实跟刚刚的结构是一样的，但它其实直径更小，然后开关是从这边开，这里可以快切换风量，然后这声就更大声了。吹点的风压，它有附这个嘴，就可以拿来吹我们充气枕跟充气睡垫。但是其实这是用风吹，不是用棒补打，所以压力应该不大。但吹单人睡垫、单枕头已经可以了。它里面用的是一个很多叶片在里面，有没有看到？这里面大概有几片呢？1、2、3、4，大概可能17、8片吧。导风扇结构，你要风量大，转速低一点，不会这么吵，就是叶片要多。那叶片多就是平衡比较困难，平衡不好就容易震动跟发出共振声。那以前做法就是叶片少，那转速可以更高，没错，但是就是声音会很尖锐。这声音算是不是很尖锐的，所以这个拿来吹枕头啊什么的一定是 OK 的。然后如果来当风扇用的话呢，它其实调整这边强跟弱，其实这样我就觉得可以就好了。这个分到100段，我觉得没什么必要。但这个最弱好像不够小声，但是它转速有点忽高忽低的感觉。然后底下 Type-C 充电。那我有试过，正在头发洗完的时候，然后把它给拨一下，用这个吹。你说没办法吹到干呐，但吹到头发上不会滴雨滴是没问题的。所以在野外的时候可以洗脸的时候，可以把身上这些吹干，或者全身大汗的时候可以把身上汗都吹干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OK 的。这一次就是我们开箱介绍全部的东西，其实我那边还有一大箱，下次再跟各位分享。各位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，云山帐篷开始出货了，台湾制造，台湾布料。台湾设计，多变的空间，多变的前庭，双人的大小，可外挂帐，可内挂帐，可先内挂再外挂，也可以先外挂再内挂内帐，全部功能全部给你。这是 Camp5 云山帐篷，现在开始现货供应哦。